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来看看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美联储将在12月10日举行最新一期的 FOMC 联邦议息会议。虽然市场已经计价了美联储此次降息25个基点，然而我们对于2026年美联储还能不能持续降息，完全无法预测。这是因为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22年美联储加息之前，在这长达14年的时间里，美国实施的都是大水漫灌的超低利率、货币宽松的经济政策。好处是美股年年创新高，坏处则是美国的生活成本、物价水平也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普通美国人根本无法承受高物价的压力，而买房则更是变成了只有在梦里才能实现的美国梦。本期视频，我们将从川普政府和美联储的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疫情之前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很难再度回归。这对于美股市场在2026年的表现有什么致命的影响？此外，查理还会和朋友们带来 Meta、Costco 和特斯拉的股价分析，特别是 Meta 公司最近爆出新闻，将在2026年1月份发布全新的大语言模型 Avocados 牛油果。这对于 Meta 股票的长期增长有什么推动性的作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好，我们先来看看美联储的情况。截止到12月9日，在美联储12位有投票权的票委中，有4人公开表达了支持降息的鸽派立场，而有5人表达了不愿意降息或者有待观望的鹰派观点，基本上是五五开，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啊。鸽派票委的关注点在就业市场，认为美国的实际失业率有所提升，需要进一步的降息来为普通的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他们认为，通胀目前虽然维持在3%以上，但是没有失控的风险。现在更应该担心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那么鹰派的票委则还是担心，通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当前3.75%到4.0%的联邦基准利率没有达到足够高的抑制水平。如果降息速度太快，那美国的通胀率可能再度飙升。如果我们看从2025年12月份一直到2027年10月份的美联储联邦利息的点阵图，就会发现，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在12月份降息0.25%之后，大概率不会在接下来的2026年1月份再度降息，而是会维持3.5%到3.75%的利率不变。我们一直要等到2026年4月29日，整整4个半月之后，美联储才会比较有把握再度降息25个基点。那在此之后呢，美联储可能需要等到2026年9月16日 FOMC 会议结束，才能够把基准利率再降低一次，最终达到3%到3.25%的中性利率水平，和现在的美国通胀率保持一致。而朋友们期望的2%以下，甚至是疫情之前的零利率环境，目前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计价的最低远期利率也就降到2.25%到2.5%就差不多了。除非再来一次像2008年那样广泛性的金融危机，给所有的行业带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崩盘，我们才可能看到美联储再次启动紧急预案，直升机式撒钱，再叠加零利率的大水漫灌。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美联储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市场早就看穿了他们大放水的把戏，美债的投资者也不像以前那样很傻很天真了。这张图显示了美国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情况，收益率越高，反映出美债的价格越低，投资者需要更多的收益率来补偿债券价格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在2024年9月份开启降息以来，虽然超短期美债的殖利率已经降低到了3.75%到4%，但是10年期美债的殖利率还是和降息之前差不多，都维持在4%以上。也就是说，如果美联储胆敢过快的降息，那么中长期美债收益率可能失控。
10年期美债直利率很可能突破到5%以上，相当的恐怖。从本质上讲，投资者对于美元的长期价值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这也是黄金的价格一路飙升的根本原因。大家都知道，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印更多的美元，发更多的美债，大幅提升市场的流动性。那么这样，美股不就又可以创新高了吗？马照跑，舞照跳，有什么不好的吗？哎，你别说，还真有。美联储如果再度大放水，对于手握美股资产的有钱人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美国家庭，他们股票账户里可没那么多 VOO 或者 QQQ。美联储量化宽松、低利率环境大放水的直接后果就是物价飙涨，房价更是贵得惊人。事实上，美国的高物价可能会迫使川普政府改变他的经济刺激政策，不然他代表的共和党就会被选民们选下台了。这张图显示了截止到11月下旬，川普的民调结果，可以看到有接近60%的选民对于川普的经济政策不满，认为他的关税战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实际的好处。只有13%的选民认为事情没有听起来的那么糟糕。那在国会选举方面，2026年众议院全部的435个席位将要进行改选。那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非常的微弱，而民主党只需要在几个摇摆选区翻转少数席位，就很可能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在押注市场的 Polling Market 上，有高达77%的参与者认为民主党将夺回众议院，只有大概1/4的人认为共和党能够在2026年保住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么，美国政坛在明年的大变动对于美股市场有什么重要影响？查理认为影响很大，因为民主党会对川普政府和美联储施加强大的压力，再加上美国的民意对于高物价和昂贵的生活成本的不满，可能使得川普指定的新任美联储主席在2026年5月上台之后，也不敢太鸽派的降息。那对于美股市场而言，不降息可能引发标普五百指数再度崩跌20%。朋友们别觉得吃惊，事实上，自从2020年以来，标普五百和纳指100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大，暴涨和暴跌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当然有很大的原因归结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早已和疫情之前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的投资者，包括查理自己都喜欢用带杠杆的 ETF 工具，比如说用 TQQQ、SOXL 和 METU，或者有些人用 margin 账户借钱融资来炒股，这就直接导致，如果美股整体走高，那么带杠杆的 ETF 能够放大收益，进一步刺激指数的上行。然而反过来，如果华尔街砸盘抛售，那么股票的下跌很可能引发 margin call，使得散户不得不尽快平仓卖出，这就会让标普五百的回撤在2015年可能只有5%到10%，到了2026年就来到15%或者20%以上。此外，查理的 CR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于标普五百指数在2026年的走势给出了非常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从2023年到2025年，美股指数每一年的涨幅都高于15%，非常的夸张。而持续上行的牛市让投资者对于美国公司的盈利能力这个预期已经拉得太满了。如果因为美联储降息速度比较慢，或者其他的黑天鹅事件发生，导致公司的盈利达不到市场的高预期，那么股市回撤的力度也会是相当惊人的。查理在12月8日的节目中也和朋友们分享了，现在机构和散户对于股票部位的持仓都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90%以上。这种超级重仓的不平衡配置将会是美股回调的催化剂，因为大家都已经 all in 股票了，现金的水位完全不够，相当危险。当然，我们现在也不需要过分恐慌，只要逐渐增加现金或者超短债的持仓比例就好。查理会在每期节目的末尾分享 CRI 系统实时更新的股票、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仓位配置，请朋友们保持关注。
好，聊完了美国宏观经济，我们再来看看个股的情况。首先是 Meta 的大新闻。12月9日，多家媒体引用内部人士消息称，Meta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 Avocados 牛油果模型将于2026年1月份重磅推出。不同于过去的 Llama 系列开源模型，Avocados 牛油果模型不开放源代码，不下载权重，而是和谷歌的 Gemini、OpenAI 的 ChatGPT 一样，是一个封闭的大语言模型，只会通过 API 或者 Meta 的服务接口提供给用户使用。这样，Meta 也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 LLM 直接赚钱了。更为重要的是，Avocados 模型将在推理能力、编程和逻辑分析、决策任务等多个领域和谷歌、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的 LLM 直接竞争，非常的刺激。那为了推动项目加速推进，Meta 创始人兼 CEO 扎克伯格重建了他的 AI 研发部门，花了高价引进大量 AI 算法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并且采用了 Studio 工作室的相对灵活的组织形式，意图加速实现 LLM 的商业化路线。查理认为，Avocados 牛油果模型绝对是 Meta 和其他科技巨头竞争的王牌。这也是为什么扎克伯格他们在今年和明年花在 AI 人工智能方面的资本支出大幅超支的重要原因。如果牛油果模型大获成功，那么它能和 Meta 的王牌 APP 完美融合，包括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 AI 聊天功能、Reels 短视频内容推荐、Meta 广告产品的货币化等等。Avocados 模型绝对可以大幅提高 Meta 的用户粘性，也会让广告商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在 Meta 的软件平台上打广告。当然，现在我们还无法掌握 Meta 最新 AI 模型的细节，但是查理会持续跟踪这家通讯巨头的行业动态。未来如果有新的消息流出，我也会第一时间和朋友们在节目中分享。那对于 Meta 股价的走势，查理的 CRI 系统给出的仍旧是绿色的买入看涨信号。考虑到 Meta 公司在2026和2027年，它的 EPS 年增速分别高达30%和12.9%。那如果我们以20到30倍 PE 的中等估值来测算 Meta 明年的目标价格，会发现 Meta 当前$657的市场价，其实是处在26年估值区间的左侧，更靠近低点$596，属于被市场小幅低估的。那如果明年某个时刻，市场对于 Meta 的牛油果模型大加称赞，和现在谷歌的情况一样的话，那么 Meta 的股票价格可能冲高到$900，甚至$1000以上。算了，咱先别做梦了，做人还是脚踏实地一些，在$670以下买入 Meta 都是可以长期持有的不错点位。Meta 现在$657的价格，刚好处在$627到$668这个较强的支撑点位范围之中。那在$620以下，还有582到$605，以及485到504的强力支撑区域，我们可以放心的买入 Meta 的股票，而不用担心被长期套牢的风险，非常 nice。CI 投资组合目前依然持有占总仓位高达43%的 Meta 公司的股票，查理就暂时把 Meta 当做 QQQ、VOO 这类指数 ETF 的持仓来看待了。明年如果 Meta 的股价跳涨到$800以上，我会再考虑逢高止盈部分 Meta 的仓位。好，聊完了 Meta，我们来看看零售巨头 Costco 的情况。毫无疑问，Costco 的股票在2025年表现不佳，YTD 年收益为负的2.3%。其实 Costco 公司的基本面还是蛮稳定的，它的 EPS 每股净收益在2026年和2027年依然能够保持10%的增速，比标普500的平均年增速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然而，它的问题还是在2023和2024年，股价涨得太快，导致本益比 PE ratio 高达48以上，比很多科技股的 PE 更高。要知道，除非像英伟达、博通这样，你的 EPS 年增速能够保持在30%以上，那么高位 PE 还可以说有基本面的支撑。那像 Costco 这样只有10%的 EPS 增速，
显然48倍的 PE 没办法维持，那它的股价自然就会随着时间的推进缓慢下跌，然后它的利润，也就是那个 earnings，也会随着自然力的推进缓慢的增长，这样就可以做均值回归，让 Costco 股票的 PE 从接近50的高位回调到30至40倍左右的位置。查理在10月8日的节目中有提到过，Costco 管理层也在想办法提高公司的营业收入，其中就包括上调会员费以及刺激更多的普通会员升级成黑卡行政会员。然而，这种做法不能常用，否则会让很多会员不再续订 Costco 的服务，得不偿失。查理认为，Costco 必须像老大哥沃尔玛那样加大数字化、电商化的转型力度，这样才能在 AI 的新时代大幅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利润率。查理也希望 Costco 能够取得成功。那截止到12月9日，CI 投资系统对于 Costco 股票给出的是红色的卖出信号，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的下降通道还没有走完，和 Netflix 的走势有点像。如果您想抄底 Costco，最保险的做法还是等待 COST 股票在月线级别出现了止跌形态，再根据未来 Costco 业务发展的动向，考虑需不需要买入他家的股票。现在最好还是别接飞刀了，因为 Costco 股价有可能持续下跌到818至849美元才会来到较强的支撑区域，距离现在888美元的价格还有5%左右的下跌空间。那聊完了 Costco，我们再来看看波段之王美股七巨头之一的特斯拉。查理自从今年7月11日，因为当时抄底了 TSLA 的股票，做了一期关于特斯拉的节目之后，就没有再提到这只科技巨头了。主要原因是查理在9月中旬，特斯拉股票从300多块钱跳涨到410美元以上之后，就止盈清仓了他家的股票，目前也没有再买入 TSLA 的计划。然而，在过去几周，特斯拉的重磅新闻非常多。当然，伊隆马斯克永远是特斯拉的主角。11月6日，特斯拉公司股东大会在德州的奥斯汀举行。会上，马斯克提出的为期10年、总额高达1万亿美元的股权激励薪酬方案正式获得了通过。那如果到了2035年，特斯拉市值能够达到8.5万亿美元，有数百万辆自动驾驶汽车 Robotaxi 的销售额，以及部署百万台机器人等宏伟目标能够实现的话，马斯克将得到4.23亿股的特斯拉股票，绝对是高风险、超高回报的薪酬方案。为此，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公开发文批评，因为马斯克的万亿包裹会大幅稀释现有的股东的权益，对于普通持股人很不公平。那除了这个新闻之外，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特斯拉在包括德国、英国和西班牙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在过去几个月的电动车销售量相比于去年，在大幅度的下降。销售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欧洲和中国的传统车企以及新型电动车制造商，他们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价格更加低廉的电动车产品。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斯拉在12月份在欧洲推出了低价版本的 Tesla Model 3入门版，以扩大市场的覆盖率。当然，和 Michael Burry 描述的有几分像。鉴于汽车销量的疲软，特斯拉的管理层和投资机构正在越来越强调公司未来在自动驾驶、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查理认为，这个未来发展的趋势绝对可以为特斯拉的投资者带来更强的信心，也有助于企稳 TSLA 的股价表现。好，聊完了特斯拉的新闻，我们回到 TSLA 的股价走势上来，可以看到，虽然特斯拉今年走势跌宕起伏，但是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YTD 年收益为17.4%，略高于标普百指数16.5%的涨幅。特斯拉在2026年和2027年预计 EPS 增速能够保持在30%以上，相当的不错。当然，鉴于它的 PE 本益比高达297，虽然 TSLA 的 EPS 增速也很高，但是还是很难以匹配高达300的 PE。这个情况和 AI 软件概念股 Palantir 非常像。
这反映出机构和散户都很喜欢买入特斯拉和 Palantir，把他们的股价炒得比基本面要高出太多了。可以看到，就算我们用40到50倍的 PE 估值来计算，特斯拉的目标价格到$150就已经顶天了。然而，事实上，特斯拉的股价已经突破了$445，剑指$500创新高，相当的令人赞叹。TSLA 不愧是波段投机的王者，美股巨头中最特殊的存在。当然，目前 CI 投资系统对于特斯拉股票给出的是黄色持有信号。那如果它的股票在2026年有回撤到$380以下，查理会认真考虑需不需要再买进特斯拉的股票做短线套利交易。从 trader 交易员这个角度来看，查理个人非常喜欢特斯拉这只相当有魅力的科技股，永远不缺话题，也永远有上涨的动能，非常的特别。好，聊完了特斯拉，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2月10日，C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保持不变。可以看到，CI 系统把股票部位的仓位比重从之前的75%进一步降低到了现在的70%。相应的，短期美债 USFR 或者 SGOV，它们的比重从10%上升到了15%。比特币 ETF IBIT 的仓位比重保持在15%不变。在美联储12月降息之际，CI 系统保持了较高的防御型配置，把股票部位控制在70%，另外30%的资金则平均分配在短债和比特币之上。这是截止到12月10日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那根据 AI 系统的提示，查理在12月9日只赢了一小部分 Adobe 量子计算 ETF QTUM、台积电以及英伟达的仓位，把获得的资金用来买入超短债 USFR，以及小幅加仓买入联合健康 UNH 以及阿里巴巴的股票，做防御型的资产平衡。那交易结束之后，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43.1%，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4.4%，亚马逊占比8%，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4%，美图秀秀 Meta 占比6.6%，以及超短期美债 USFR 占比6.5%。接下来，CI 系统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姆频道会员，查理会实时更新交易的细节，不需要等到下一个节目。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美联储在2026年的降息进程有什么看法？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几个月会持续高位震荡，还是剑指7000点创新高 ？Meta 的大语言模型 Avocados 能否超越 Gemini 或者 ChatGPT 的表现？Meta、特斯拉和 Costco， 你更看好哪只巨头的股票？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此外，为了回馈朋友们的帮助，查理斯姆频道的 Discord 免费聊天社区已经正式开启。如果你想和对美股投资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及时交流，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如果查理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愉快，心想事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